你和以前不太一样了。是吗？哪儿不一样了？看起来有点累。以前的你不管什么时候，都是那么精力充沛、全力以赴的样子。现在的你有些倦怠，好像对什么都不太感兴趣。我哪能一直跟10多年前一样啊？不过挺好的，至少现在的你看起来像个真人。哎，我以前那么塑料吗？你现在女朋友挺好的，给你带来都是正面的影响。那就是太年轻，精力太旺盛，能折腾。我这年纪啊，稍微有点陪不动，一天天的就没个省心的时候。经历了这么多，我们都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了。我一定要给我的兄撑个场面，好吧？我刚跟你说什么来着？恭喜。鞋都没拉，怎么回去呢？那时候我还不知道，这就是我们最接近爱的时刻。看完了。怎么样？你要听真话吗？当然了。我觉得特别好看。真的假的？我从早上醒来一口气看完的，我连早饭都没吃。谢谢。哎，你这个故事卖了没有？没有啊。那你有没有什么简纲或者阐述什么的发给我？我想给别人看一下。算了吧。怎么了？我可不想刷你的人情。谁昨天还在说我对他不闻不问、不管不顾啊？啊？谁呀？谁啊？谁呀？谁啊？谁呀？好了，不开玩笑，我认真的说，我是真的觉得他好，我想推荐给别人。谢谢。那我去拿。等我一下啊。女性同盟这种题材本来就不多，我觉得你这个故事辨识度特别高，人物也鲜明，智商要在线，好好做吧，有成为爆款的可能。真的吗？我也这么觉得。我觉得啊，就未来几年，女性同盟题材将来一定会成为爆款，会有那种又美又聪明又狠心又可爱的女人，精心策划一次反击，让反击变成一种艺术，非常有仪式感。发给你。
发你了，周总。我跟你说，周木孙当时看我那个眼神，就是2个字：慈爱。真的是充满了慈爱，真的。老板，听我说，在写作这件事情上，你一定不要放弃，要坚持，因为你有才华，但是要珍惜，不要把自己的能量耗费在那些琐碎的事情上。我去做爆款了。等一下，我送你这双鞋，跟今天你这身更搭。是吗？来。完美。我怎么跟你形容呢？我感觉我当时看到的不是周木孙，这会不会就是别人所说的那种爹系男友啊？哎，那个女性同盟这个故事，你不是很早之前就开始写了吗？是啊，我以前不是跟吴昊聊过吗？他心不在焉的。不过说实话，老周的确是我认识的男人里面最懂得欣赏我的人。吴昊和周木孙有什么可比性啊？我反正是得出了一个结论，在中国啊，当你觉得一个男人特别爱你，基本上他不是把你当女儿，就是把你当妈。有些男的吧，很难平视的去爱一个女性，欣赏一个女性。基本上啊，他们找女朋友，要不就是找妈，要不就是找闺女。那陈面找我算什么？一开始是女儿，后来是妈。哎呀，你们这10几年的感情怎么相提并论呢？我这恋爱谈的没一段超过3年的，你们这10几年的这不一样的吧？哎，生日还有半个月，陈面还没有打算怎么安排，你跟周老板怎么过啊？你放心放心，最后这几集我生日前一定会赶出来的啊。我发现，过了30岁啊，就没那么想过生日了。哎，这衣服怎么样？这件像你的衣服啊。试试吧。试试吧。老曼你好，哎，我是恒明影业的辛迪。先走了。啊，行啊行啊，坐。哎好。龙曼姐，这是周总安排的酒品和菜品，您看看有什么不合适的，您就说。先给客人吧。哦，好的。挺好的。哎，好。我觉得如果是短剧的话，其实我们可以更大胆一点，上来就把整个案子抛出来，然后我觉得可能观感上会新奇一点。不光是结构上，我觉得在主题上我们也可以更大胆一些。为什么说女主角就不能有攻击性啊？
为什么我们女性不能为自己而活呢？对，我也是这么觉得。而且我们要与时俱进一点，现在的女主角可以不要那么完美，有毛边儿。其实现在的观众是可以接受的。对，大胆一些，我很期待啊。你回去安心把剧本写完，一个好的剧本一定是慢慢写出来的。我们有耐心。嘿，放心，如果有什么想法，我们就随时沟通呗。周木村说的没错，你很优秀，是一位非常棒的编辑。不拘一格，热情又坦诚。我和他认识这么久了呀，还是第一次听到他这么赞美一个人的才华。他这么说的？不止，他说你很勤奋，是那种天塌下来都不会脱稿的编剧。哎，周总过奖了。期待着我们这次合作。好。回见啦，路上小心啊！哎，好。于巧巧，你怎么知道我跟 Cindy 会那么投缘啊？我真的从来没遇到过这么懂内容的制片人。我有预感啊，我的这个戏一定会爆。让最合适的人和资源去匹配，本来就是我工作嘛。好厉害哦。还有吗？心情好，饭也变好吃了。我生日你也打算做意大利面啊？意大利长寿面？到时候看厨师心情。老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。对了，我今天好像看到你前妻嘞，她来接 Cindy。他人挺好的。哎呀，老周，你不容易啊！等这个剧爆了，你放心啊，我一定好好打赏你。好好吃饭，吃完饭赶紧写剧本。昨天睡那么晚，弄得我都没睡好。完了，腻了吧？唉，心如死灰。干嘛？腻了。晚上张房那边有个局，过去一下。哦，那你记得加件外套再出门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凯西。今天来到我们阳光厨房的是郑太太，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你好，不是，跟镜头。哎呀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那您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菜跟故事呢？怎么是郑太太啊？上次你跟我说不是那个李维安吗？他现在哪有心思录这个啊？咦，老公你还记得呀？我儿子就非常喜欢吃这道菜，他自己也会做。修姨还会做菜呀？我们家阿姨会做的，我儿子都会做。哇，男孩子会做菜很少见。君子远庖厨，这是古代人的想法。现代的教育理念啊，是一种培养这个学识和生活全方位技能。比上一期好看。这个郑太太这么能聊啊？对啊，你只要给他一个话头，他就能一直聊下去。哎，我发现了，你现在是越来越入门了，这提问题的特别自然。是不是？
老公，这你就不懂了，这叫做话题引导，就是你好像是在接他的话，其实是在引他往下一个话题说下去。是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你们继续这么搞的话，网友估计过几期就看腻了，得稍微加点新的东西吧。加一点新的东西，加什么呢？要不老公你帮我想想吧。我觉得要互动，老婆。就现在的网友啊，都特别希望自己被重视，让他寻求互动，对不对？他需要有一个参与感。那么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厨房谈话变成开放性的？比如说啊，你们做访谈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弹幕吗？然后有很多网友会问，哎，你们傅太太平时会去哪里啊？你做什么运动啊？哪个饭店好吃呀？等等等等啊，就会，如果你们及时回答，他们就是哦，你要不这次就找那个嘛？那个老爸老公都特别有钱，生了好像3个孩子吧？那个吴太太，对，保养的还挺好的。那你就跟他聊育儿嘛。育儿挺好的。啊，对，我们是群太太，就是，基本都生3个，生2个都算少的。然后我们家跳跳还时不时会回来问我说，啊，那个妈妈，你什么时候再帮我生个弟弟或妹妹？那妈妈你就再给他生一个吧。育儿真挺好的。我要是个普通网友的话，我应该会挺好奇，就像你们这种家庭是怎么养孩子的。哎，那你会觉得我养小孩会有什么特别有趣的？你等会儿啊，我吵完这一句。干嘛呀？那个甲方成语剧本。没有，老周，我得教他做人。哎呦，怎么了？我真服了，我不知道他最近怎么了，还动不动的就那种小矫情，就开始了，然后就莫名其妙的跟你吵架。你吵一吵可以啊，没问题啊，我怕谁啊？对呀。哎呦，好了，别气了。哎呀，别气了，别气了，就能吵起来还是好事啊。感情嘛，不就是越吵越好的呀？哎，那个，我觉得这一次生日，周老板肯定会有大动作。对呀。该不会这吵架就是整那种小动作的吧？就先给你立下来，再给你扬上面。那叫什么？先抑后扬。你们这样在讲的，我心里小鹿乱撞，整点那种小东西，有点怦然心动啊。反正嘛，女人生日，男人怎么表示，就代表你在他的心中是什么样的位置。这一次是你们2个在一起以后第1次过生日。我觉得周老板肯定会有点表现。也对，毕竟我值得。舒服。真羡慕你们2个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多好的缘分啊！羡慕死人了。孽缘。谁要跟你同年同月同日生？哎，这个电话。完胜，吵赢了。好。你怎么样啊？这个戏拍的怎么样？啊，交到朋友的戏，目前还挺顺利的。还有人欺负你吗？暂时还没有。有了告诉我啊，帮你去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我有点事情，我先走了。现在走啊？对，有事微信啊。贵妇不逃单的啊。留给你啊，大编剧。喂，爸。我和你妈商量了一下，准备在你那儿给你买一套房子。买房？这些年你积攒的稿费，我和你妈也攒了一笔钱，加一块儿算是个整数吧。本来准备给你做嫁妆的，可是你不着急结婚。哎呀，买房也太突然了吧？啊，也不着急啊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结婚一拖再拖，买房子你还拖呀？我告诉你啊，
过几天就是你的生日了，这就算是你的生日礼物，就这么定了。你抽空看看房子，中介一定要找靠谱的，听见没有？行了，知道了。送生日礼物送的这么强势。吴太太不太会做菜，我们可以拍一个给小孩的辅食，这样子也比较贴育儿这个主题。好，那到时候镜头上我们就再多拍一些。陈凯希，陈凯希，老公，这是我老公陈冕，这个是我们的摄影师小张，那我们之后再讨论，先回去吧。好。好，拜拜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这个人为什么那么爱管闲事啊？怎么啦？李维安的律师是不是你找的？这个电话，喂，因为他想要陈晨的抚养权，他在家那么多年，除了我们这些太太们，他谁也不认识。他是真的没有办法了，才来问我有没有熟悉的律师。那别人怎么不帮他找呢？啊，陈凯希，就你能耐是吧？就你有人脉是吧？不是，老傅太狠了，他连孩子都不让他见。那你为我考虑过吗？啊，我跟老傅是认识的，他怎么想我呀？陈凯希，我真的没发现，你原来不是很高冷的吗？现在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啊？这点破事你要管是吧？要不是我遇见王律，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情。陈冕，你讲讲道理好不好？我是一个女人，我也是一个孩子的妈妈。我看到李维安那个样子，我帮一下他，我错了吗？再说了，我只是帮他介绍一个律师，官司怎么打，法官怎么判，跟你跟我都没有关系。你有必要生这么大的气吗？如果有这么一天，你会不会也这么对我？你这个人你就是办事办不好，歪理一堆堆的啊！如果你是我的下属，我早就开除你10000次。但我不是你的下属，我是你老婆，是你孩子的妈。陈冕，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又来，陈凯希，你天天问烦不烦呀？烦不烦呀？你说不爱就不爱吧。但那个房子真的太小了，而且太老了。那要不您考虑一下那个新房？是，那个新房你也看到了，真的太远了，而且周围也没有配备设施。回头地铁通了就好了，但到时候肯定也不是这个价了。那好吧，我再想想吧，辛苦了。哎呀，怎么这么难呀？没找到合适的啊？我看得上的啊，我买不起；我买得起的呢，哎，我又看不上。哼，那要再等等喽。再等也就这样了。我的预算反正就放在那儿。要那种交通便利的，在地铁旁边的，基本上都是老破小，40多平，就算我买了，我也不会住。那新房是好哈，但你知道那新房有多远吗？真的老远老远老远了，都快出外环了。老破小呢适合投资，新房适合居住。
对啊，然后呢？选你第一眼喜欢的。选我第一眼喜欢的。嗯。哎呀，好了啊，别烦了，反正这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有答案的。不如我们开支红酒，看个电影。我去开酒。是这家？是的呀。怎么还不睡啊？你不也一样吗？喂。我跟你不一样啊，我是赶剧本赶的，命苦。哎，西西，33岁了，你有什么生日愿望啊？不是有一句老话说“33乱刀斩”，我只要我的生活一切都维持原状，我就很满足了。那你要求不高啊，你们老夫老妻了，还能折腾出个啥嘛？你呢？你有什么生日愿望啊？我的生日愿望，你不都是知道的吗？早点睡吧，喝杯热牛奶暖一暖胃。好吧，晚安。晚安。许了什么愿望？我要很多很多钱。你要很多很多爱。我要名利双收，众人仰望。你嘛，用成面就够了。每次都送一样的，会不会也太没有创意了？你不也一样？但既然已经送这个了，你是不是这有点太保守了？这还保守？来，敬默契，敬默契。怎么样？你生日要怎么过？周老板有安排了吗？老周啊，出差呢，说是下周回来吧。哦，哎，以你对他们这种男人的了解啊，我跟老周的第一个，我的生日，他会送点什么呀？那你有跟他说你想要什么吗？没有啊，谁好意思张嘴啊？也对，那大概率就是一个 Kelly 啊，或者是 Birkin 啊，就是他们这种男人送女友的标配。这么现实啊？好喜欢啊！美死你！哦，可美啊！可美一般都送你什么？
他对这种事情不太上心的，基本上就是什么火就买什么，一点品味都没有。每次太太过生日，他就是送乐高啊，而且一看就是那种机场买的，特别敷衍。我跟你说啊，直男就是不要对他们抱有太高的期待。没有期望，不期望，用礼物砸死我就行。去哪里啊？我送你。不用，老周的司机在下面等我。他把车给你用啦？也没有吧，偶尔接送一下。生日快乐！你的所有的愿望就都要实现了。生日快乐啊！特别是今晚，一定要幸福，别让我失望啊！一定会幸福的。小罗曼，生日快乐！你不是说下周才回来吗？我工作效率高，不行吗？哦，那我还误会了，我以为你是专门回来给我过生日的。哦，可能是吧。你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吃饭，我在那跟你装，我说我是觉得这边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粤菜，逼得我吧没办法了，只能自己做咸鱼茄子煲、脆皮烧肉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记得。我骗你的，其实我连做饭放多少水都不知道。哦，其实啊，我早就看出来了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还不够明显吗？不然，你以为你身上还有什么秘密是我不知道的？还有很多呢，我是一个神秘的女人。以你的个性啊，你要是会做饭，你早就秀天秀地，你把我这厨房都能炸了。啊，好了解我。那你为什么还喜欢我？我也不知道。不行，必须知道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我大概就是喜欢你，有时候特别聪明，有时候呢看起来特别聪明，比如说现在这样的样子。你说我有清澈的愚蠢是不是？没说过，这不是我说的。我能操作一下了吗？可以。
你知道我跟你在一起什么时候觉得最幸福吗？什么时候？就是很多时候跟你在一起会觉得被懂得。就很多时候，我自己都没发现自己身上的闪光点，然后包括我身上的缺点，你也觉得很珍贵。你让我看到自己有多好，我就会觉得被懂得，就觉得很幸福。那我必须要说一下，在我这儿呢，你身上全部都是闪光点。Sorry， 等一下，回个微信，马上。OK。其实我很好奇一个事儿啊，就是我在你的微信里面到底备注的是什么呀？我罗曼118，好努力呀，周董，好拼命哦。你们猜，老周是怎么记住我生日的？他把我的生日直接写在了名字备注里，哼，真是简单粗暴。看不懂，还是他来挑吧。罗曼姐、凯西姐，生日快乐呀！没想到周总也有充满求生欲的一天。跳跳妈妈，跳跳想9点钟回家，可以吗？可以。看什么呢？你猜。在欣赏一位优秀的厨师。我在看一个
完美的男人。那我也要看一下。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女人？怎么会呢？谢谢你给我准备的这些。我的荣幸。放心啊，一会儿肯定好好犒劳犒劳你。那我得好好准备准备。等一下啊。不许偷看。我可以回头了吗？可以。生日快乐！这个是陈边总让我给您送过来的。他今天晚上航班取消了，陈边总真的很想飞回来跟您一起过生日的。真的很抱歉。没事。祝您生日快乐！谢谢啊，晚安。晚安。生日快乐！谢谢。生日快乐！很重哦。亲爱的。我在想，我们可以一起拼这个。好。这个是我送的这个礼物，你是不是不喜欢？没有啊，还挺喜欢的。陈面说过，礼物代表态度。女人的生日，男人怎么表示，就代表你在他的心中是什么样的位置。那大概率就是一个 Kelly 啊，或者 Birkin 啊，就是那种男人送女友的标配。每次跳跳过生日，他就是送乐高啊，而且一看就是那种机场买的，特别敷衍。没关系，你要是不喜欢，你可以直说。也不是不喜欢，那就是不喜欢。
你干嘛呀？有必要这样吗？你起码让我把话说完吧。我只是没想到你会这么什么？这么……有话能直说吗？我一直觉得你身上最大的优点是坦率。好，那我坦率一点。我不喜欢。这种话说出来好听吗？我可不可以不喜欢我的生日礼物？我有这个权利吧？当然。那你就不想问我一下，我为什么不喜欢吗？我已经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了？总是天真的以为日子平静的像湖水，其实只一阵微风，日子就干涸如坑。得失之间很暧昧，挥手的时候最美，要敢于面对自己的重建或摧毁。分明我看见了月光，把入口照得红透亮，人间这座大的剧场，聚散无常，终究有一天能学会主角和配角无所谓，生命终会走到结尾，无论你配不配，感谢每一天都在做让自己骄傲的那个，陪着生命